Hello，我是杨子，欢迎来到我们家。黄圣依同学没在，就吐槽他吧。啊，黄圣依啊是一个在吐槽之前夸他两句啊，是一个特别有规划的人。你看，每天干今日计划、减肥计划、训练健身计划。不可思议，有今日计划吗？实际上，我跟你们说，这家伙零食根本就不断。连我给儿子买的或他给儿子买的零食，他都抢着吃，所以他减肥是实际上是为了多吃零食用的，跟减肥没关系。还有啊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儿有一个顶，一眼的假货，连工艺品和艺术品都算不上，不尊重我的专业。毕竟我是做收藏的，是不是？一进门的位置你放这么一个假顶，多不好意思啊！没办法。啊，你看我们这个客厅的布置特别有意思哈，这边是我的，这边是黄圣依的。平常的时候就是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看他的电视，吃他的零食，我喝我的茶，看我的书。哎，这是这个黄圣依同学得了很多奖杯，哇，到我们家来了，跟家庭有关系得。哎，这两个奖杯。又该挨骂了。年度最佳银屏搭档，看来我们俩这银屏搭档白瞎了，没机会了，已经给暗示了。好吧，这就是最健康家庭。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实至名归，因为我们生活爱好完全不一样。乒乓球，自动发信息。一个人在那儿能玩一天，反正我在上边喝着茶，我也不行。羽毛球是更逗了，就一个人打，对吧？什么东西？这也太 sad 了吧！哎，这怎么打呀？一缠就缠这。他有时候啊，老是轻信网上购物，人家打得好，他就觉得自己打得好，你这咋用啊这个？还有啊，我就是觉得这个黄圣依是鞋子控。你说没事穿这玩意儿上去，还健什么身啊？我觉得穿它走1万步，比什么打羽毛球、打乒乓球都强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看，那天跟我说他买了几双养生鞋，给我买的，我一次没穿。我那天跟他说了，他应该把他那2个大高跟鞋拿进来，穿上它比这个还养生呢。那天呀，他跟我说，他买了个电子拔罐器。你说这不是闲的吗？我本来就不同意买，还让我给他拔呀。如果我不给他拔，你告诉我，他这几个罐怎么拔背上去？能把背上去的话，瑜伽节练。其实啊，处处啊见细节，你看见没有？全是他的。他的脸又比我小1半，我也不知道都抹在哪儿。看见没有？我的多简单。你说这个。买这么多口红，我也不知道干啥。今儿我看起来图上都一个颜色。你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？美容灯。我也不会用，这玩意儿咱也不敢不明白，咱也不敢问，对不对？我说呀，圣依啊，趁这个机会啊，我把你这些东西整理整理。我希望啊，好好的琢磨琢磨购物习惯，多买有用的，好吗？这些我就帮你整理了。我们好像会收到很多东西。杨子刚在画面里头讲话那个语调，就是他平常看到你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会讲的语调吗？他不会讲，他不讲的。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草药图。所以你进门口的那个今日计划就已经看不顺眼了啊！是，他真的没有用。可是谁能够有那个今日计划啊？我真的做的。今天来通告之前，因为我是9点钟过来嘛，我7点钟早上还起来做了1个小时运动呢。所以你每一天都会重新写今天要干嘛干嘛干嘛。1个星期会做下一个礼拜的计划。你会叫你先生也要做吗？我有叫他做，他不做。不是他的计划当中永远不要有我，因为他是一个只要你不按照他计划走，他会发脾气的。我说只要你的计划没有我就好了。我要每次参加的话，你算是意外惊喜彩蛋吧。没有参。
你有参加过什么吗？啊，没有，至今没有啊。对，所以你说他会发脾气是什么事？他会发脾气？你比如说我已经答应他去旅行或者去干什么，那你就讲再多道理都没有用。有一次他非得要拉我去旅行，我说心中若有桃花源，无处不是彩云间。然后他发了很多脾气，还在一个节目上吐槽我。主要是你都没时间，对不对？但主要是我自己不太喜欢，你不喜欢旅行？对，我喜欢考古。但我去了很多地方，名山大川的，无论是道观还是寺庙，我几乎都去过。你是不是无法容忍去，比如说马尔代夫，然后在那边晒太阳，然后就一天没事做，然后喝 cocktail 这样子？你是不是觉得浪费生命？啊，其实我在这方面我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，我的浪漫需要别人欣赏和接受的，但没人欣赏也没关系。所以我看影片里头，你刚刚介绍的状态是你很少闯入他的空间去翻那些东西。是。所以他在看剧的时候吃零食，你在那边，他也不会跟你聊说我现在看这个戏在讲什么事情。不会，他聊我也不听嘛。那你们俩不会相约一起看一部电影吗？那也会，但是偶尔嘛。我来自星星的你是一块儿看的嘛。嗯，那多年前了是吧？然后这个之后就再也没有了。好像没有好，像蛮久哎。对，蛮久了哈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，在我们的伏尔加花花柜里面。星辰，麻烦你了。让我们一起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。哎，你还拿了鞋耶！啊，他选了那种前台最高的。哇，这个哦，是14公分，16公分。这个可能不止哎，我都觉得有点18吧得有。你把它打开，徐熙娣，你 OK 吗？我 OK 啊，我也是穿高跟鞋出来的。你等下穿上，如果走不了的话，你就输给黄圣依了，怎么办？哇，我要冒着生命危险站起来了。你小心啊！哇，小心点。哇，你变好高哦！好高啊！我走走看啊，你先不要扶我，我凭自己的那个。你小心一点哦。没关系，我核心肌群很强。来一点，哎，你很厉害耶！你厉害的。哎，这个地毯上其实更难走一点。哇，怎么办？可以。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敢穿那么高的鞋了耶。我其实也很久没有穿，这是以前买的鞋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高度真的还是很极致的。对，你觉得单人羽毛球怎么样？好恐怖哦！羽毛球当然就是要找人打啊。这个东西本来买来不是想在家里打的，是想放在院子里面，没有人陪你打的时候可以自己练的。我觉得一定有一个懂得怎么用那个东西的人，现在在电视机前面笑得半死。是的，一定是用错才会什么错了，推出去就绕起来啊。乒乓球也是一个人就可以打的，可以一个人打的，它就是自动发球，然后你就只要接球就可以。乒乓球一个人打我还可以理解，所以你也没有在怨叹说你要都是一个人。因为他不做这些运动，所以我就放在那里。我想谁要用可以自己用，因为我们时间都搭不上，所以小孩子也可以练。你就是太爱茶壶跟古董了，是不是？不，其实我是很喜欢运动，比如游泳啊、骑马呀，我都喜欢。乒乓球我也喜欢打，但是我有司机助理，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打的也很开心。但是圣依呢，他可能自己更宅一些，喜欢享受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世界当中，去打扰他反而会破坏他那个祥和的气氛。可是有一件事情，我完全站在你的立场，那个顶太荒谬了。对呀，我当时看见之后我都惊呆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商量，说你就换一个真的你觉得像样的东西呢？那又得会互相为这个事儿交流很多轮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在乎那个顶？对啊，其实扔了也没关系，是吧？是啊，放着。所以你当时花很多钱买吗？没有，那个没有花很多钱，那就是个装饰，也不是古董来的。我们就多跑一趟去把那个顶拿来，就一起把它处理掉就好了。是。你们两个人上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
我们很少有特别大规模的吵架，就是你太不靠谱了呀，你怎么能这样啦啦啦啦啦啦，大概喊5分钟。好，我说这件事都是你在喊吗？他我是就会脾气发一通完了不理他了，然后他是一个属于当下的事情不会隔夜的，这一点我觉得很好，就是他一定会打电话或者打到我工作人员的身或者朋友啊，就一定要让我接电话，就是一定要接到为止哦。你只要打通电话说完了这个话，可能就会好了这样。我觉得他威力无穷哎！你想想他，如果他在横店拍戏，然后他心情不好，你就想象整个横店的那个电话都在响，打到每一只手机上去叫他接电话，是的。如果黄圣依去接了一个戏，就要离开家里2个月，你就恢复单身状态吗没有，其实我觉得我是会经常的去探班 ？OK 啊，而且我实际上还是一个以生活为主的人。他在哪里拍戏，那儿就是我们藏品的主战场了。好，他是去沟通收藏品啊，我会把儿子接过去，我也会过去，又能够品尝当地的美食，享受当地的美景。我觉得应该把工作爱好，和兴趣结合起来，这才是生活。所以他也还是出去旅行的呀。对啊，是。对，如果带小孩子出去玩的话呢，我们一定要选择非常安全、非常健康的车，就像沃尔沃全新 S60，新车没有异味，全家都可以安心游玩哦。我聊到这边就觉得他这先生挺有意思的，好像是一个你无穷挑战的对象，就是有没有一天可以把他弄崩溃什么的？对啊，好像什么事你都不怕，是不是？也有了，但是崩溃的时候，我觉得，有一次在西安拍戏的时候，因为档期调到我自己崩溃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又想跟他在一块儿，那部戏又不想省掉，但那边说你要不回来就结束了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有点崩溃。其实我后来的性格习惯跟圣依那句话有关系，他说算了吧，再大的事儿都明天再说，那时候已经很晚了。我说那好吧，结果就真的关了机了，不解决了。第二天所有的事情，因为当我们关机的时候，其他的各部门都在协调和想办法，就等于说，世界的重担不是压给一个人的，大家有责任心的人都在解决和分担。你如果非常非常苦恼的去想越来越多，只会让你失眠。那他告诉我之后，我就学会了，好，有些事情需要人解决，有些事情需要时间解决。所以你猜猜看，如果把他最心爱的一个茶壶砸了的话，他会怎么样？哇，跪在地上大哭啊！那其实正好相反了，如果这个茶壶砰已经碎了，好，不要扎了手，收起来，这事结束，没有缘分。真的吗？如果差点没砸了，那我这个脾气，那我可能会发半个小时的火，太不好。所有相关人为什么会砸了？怎么原因？因为古董的规矩就在于什么？比如说我要是给康先生一个壶，我是一定放在桌子上，看到它稳了，我退后一步，你来拿。我绝对不会手对手，因为手对手谁的责任啊？所以我们可以去你家，把你们家的茶壶全部都摔了，摔，他就说不会请你去他家。那时候如果你要去了刻意这么摔，我不会说1、2、3，我会说110。黄圣依是有收到过一个礼物，是在纸巾里面吗？对。那是什么场合？那是过生日的时候吧。那时候我们最穷的时候。最穷的时候。对，我们真的卡里边，我们2个的卡里边加起来不到3万块钱了。我说送你个纸巾盒吧，我就给了个纸巾盒，太不靠谱了。就一小女孩，这么重要的生日，你怎么能送我一个这个呢？就真的就哭了，因为她曾经给我说过一次有一款新出了一款，好漂亮。您说一个汽车模型吗？不，汽车嘛，可以开的汽车。对，就是一个。怎么会？那怎么会在纸巾盒里面？钥匙。哇！你们不是说2个人加起来不到3万块，为什么会买完这个车嘛？你不到3万块，让你买这车干嘛？但就是说，我们对未来有信心嘛。可是你们的钱是共同的吗？是。等于说你也花到他的钱了。一个合理的人一定会问你说，那你干嘛还花这么多钱买一个这么贵的车？他也是。第一，我觉得我对我们未来有信心；第二的话，我对他还是蛮在意的。黄圣依当时是什么反应？就是他让你先哭了，然后。当然很感动啊，因为毕竟是一个礼物嘛。是，你想今天这故事播出去，然后下一次如果有男生就送了女生一个纸巾盒，然后里面真的有东西，会落到什么下场？这里面就是一辆小汽车。这故事不会一再发生的啦。好，我们看看温度怎么样，因为
就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温度会上升还是下降。好，花花物呢，就是在第二现场有观众的代表帮我们听我们的谈话内容，来决定我们散发出来的温度到目前为止表现的如何。哎，上升了。然后我们很荣幸的有机会看到的，除了先生介绍夫人那边的不可理解的物品之外，夫人也要介绍先生这边不可理解的物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就是我的家。然后这个区域呢，就是我自己选的一些家具，还有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风格。因为我平时呢，就是会比较喜欢窝在这个沙发上，然后就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可以看电视啊，然后可以这个沙发也很舒服，然后这有靠枕，这个是单独的，它就可以靠，就可以在这里放空啊，他非常不喜欢，他觉得他应该买一些像黄花梨呀，或者买一些就是红木啊，因为我不太喜欢，不舒服，因为我觉得家具嘛，还不像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摆设啊、首饰，它可以观赏，它还是要主要是生活的一个必需品，我们还是喜欢比较舒服的。那边是我老公的区域，他就喜欢这些中式的茶壶啊，就是一般收集这样东西就会收集很多，就是不停的收集这些。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比较，热脸贴冷屁股吧，因为那时候在国外，我买了很多东西，但我一定要给他买一点啊，就是我想，哎呀，他喜欢什么？他喜欢茶具，然后我就买了这个。然后我就自己人肉背回来的哦，这个真的是我人肉背回来的，就是一套茶具，但是它没有用过，你看，我是吃的比较轻加工嘛，然后，像这个喝的就是其实味道不是很好，但是其实挺健康的，就是苹果汁，苹果加上芹菜、西芹，然后打在一起。其实呢，我平时吃的就很喜欢吃这些东西，但是你以为就是这些了吗？错，看这里还有这么多。这些都是我婆婆带给我的，她是从老家，每次来的时候她都会带很多的这个家乡的这个土特产，很多都是自己家种的，还有一些是家乡的特产。但是她知道我很喜欢吃山楂，所以每次来都会带非常多的山楂。你看，山楂酱怎么吃得完呢？超多，特别好，这个里面主要是我老公的东西，然后我真的很想吐槽他，因为我以前给他买过很多衣服，但是他都不穿，因为我喜欢这种买颜色多的、丰富的，什么粉色啊、什么蓝色啊，我都买过浅蓝，但是他都不穿，所以你看，他那个东西都是全是黑白的啊，而且都是差不多的。其实我都真的觉得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完全都是一样的，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这个同款的。你看夹克也基本上一个款式，然后他喜欢那种很多兜的，可以放很多塞很多东西的。裤子也是。全部都是黑色的，而且全部都是一样的。然后经常就是他换了衣服，我就觉得他没有换衣服。然后很多外人也会觉得他没有换衣服，这样子。然后就是我要吐槽我老公，因为他经常给孩子买玩具。就是买玩具这件事情，我其实不反对的，因为小孩都喜欢玩具，但他经常买很多雷同的一样的玩具，我很不能理解。为什么他要买这样？比如说，你看这个枪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他要买2把，而且是买给一个孩子的。然后经常这个玩具，我刚刚买过给我儿子以后，过2天发现，哎，又有一个，然后再过2天，哎，又来一个，第3天，哎，又来一个，真的就是会有4、5个同样的东西。我觉得其实一是挺浪费的，二就是真的小孩子还是要适可而止。然后这个嘛，因为安利很喜欢那个乐高啊，很喜欢用搭这种积木啊，然后就买那个，这个真的只是1/3啊。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拿过来，他就这个衣柜都打不开了，完全就全部占完了。就所有就是这种特别多的这样的这种积木，他们会买好多那样子。然后这个区域就是我儿子他练架子鼓的区，其实他一开始是在学萨克斯。
学萨克，其实也是我特别喜欢男孩子吹萨克斯，所以他就开始学。但是他有一阵子就不怎么爱学，我老公就把萨克斯给没收了。他可能没有了以后，他就会珍惜 ，whatever， 反正是他的理念。然后他也学了一阵子架子鼓，倒是确实是通过上一次以后，他练得越来越好了。啊，我站在杨子这边，我觉得很合理。玩你觉具得很合理？玩具重复的衣服，可是木头家具不可忍受。那客人坐对啊我去别人家看那个木头椅子，我就好失望。当然是要坐沙发。聊天整个过程背都痛得要命，其实很舒服的，怎么可能？它有靠垫的。但它上面那个是一个木头杆子，不，它是后边，其实你垫上那个垫子海绵垫之后，它是完全符合人体的工程学。但是你就不能这样赖在那儿啊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能赖啊就好像有一根骨骼挡在这边一样，不行。而且枪为什么要买一模一样那么多支？这个只是2把，它有很多，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买的玩具是一样的，只是变了一些细节，还是一模一样的。我说为什么你要再买一个回来？然后过几天又买了一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喜欢嘛，他说他想多来一个，那就给他多买一个了。那你应该规劝他说已经有一个了，何苦要再买一样的2、3个？我觉得你很多时候要给他立规矩，但有很多时候要纵容他。不太重要的东西，我就满足他就好了。因为如果总是跟他讲很多道理，不去纵容他很多东西，他会烦的。我觉得你只是怕你讲太多道理，小孩不爱你，所以你就只好靠买玩具来收买他们的心。可以这么理解。好，哪些东西来到了现场呢？星辰，麻烦打开伏尔加花花柜。让我们一起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。哎，那个底下的方盒是茶壶吗？是，这是清代的小文人壶，还是挺漂亮的。清代的小文人壶，拿法有什么特别的手势吗？对，这可以。对，喂，你把星辰教坏了。对。把他吓死。对，按照所有的规矩，就是哎，你无论的古董，哦无论是你放在这儿，好然后我再拿起来，是这样。比如说这个盖子呢，你比如拿这个盖子的时候呢，就一定要放的时候很讲究，一个手先贴进去再放，你不能咔放进去。哦对啊。对，哦，夹到手指头哎！他不在乎你的手指，因为你只要茶壶不要破掉就行了。不行啊，它肉会一起进去啊！你手指可以移动吗？你可以跳你可以很顺的盖上壶盖吗？等一下，等，啊！是要这样放到这儿，然后你取货。去货。好，啊，我打开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盖上盖子的时候要先用手指挡住，然后再盖。我要用手指这样挡对，住然后吗？再盖。就这样挡住再盖就好了。哎，你怎么不会夹住？白痴，你就把手指抽出来就行。所以像这样一个茶壶，就是刚刚我们在影片里看到你摆了满墙的中间的一个吗？啊，对，这种你说清朝的意思就是说它泡起茶来味道会不同吗？是因为它是这么多年紫砂也在陈化嘛，啊，而且另外我们可以非常保证的是，以前没有工业砂。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们家里其他人不要碰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其实他们只要是注意方法的话，倒不是说一定别碰。所以你泡茶的时候会邀太太来喝一下吗？会的，其实他还是蛮会泡茶的，他也很认同。其实他有好几次他的疑难杂症都是靠我的陈皮呀、茶呀和我的老药治好的，那就是药到病除，对吧？好啦，我现在对你有加分。是因为药到病除吗？不是，因为他真的把他老婆的病治好啊。对。然后处理事情的那个能力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而且你像黄圣依这样，如果去了一个荒郊野外拍戏，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人，他立刻就能够搞定，有直升机飞过来就把坏人解决掉了。对啊。你现在有这么大本事吧？对他给我感觉是有这样的，对。真的。对，有一次他在拍戏，那个当然是化妆师给他剃眉毛，结果把睫毛剃掉了。当时他就疯了，是在北京的一个郊区。对他说：“你马上过来。”
睫毛你也放得了吗？但我可以缓解他情绪啊，直接就不拍了，炸了。那我就开始打电话给制片人，我说这事非常严重，我说你这样，你跟小伙子商量好，我说我会到了现场会大发雷霆，把他使劲骂他一顿，骂到让圣一来劝我算了吧算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我说你必须配合我演好这个戏，不然的话圣一一定会炸了。我说晚上你们再买点水果什么，再一慰问，这件事结束了，我就去了。我说哥叫过来，我就开始说那个你怎么太不靠谱了，谁把你招来？我说你必须开除。好，立即让他走。最后他跟我说算了吧，他也挺可怜，别让他走了。可是睫毛没了呀，那没办法呀，没办法。睫毛还会长出来嘛？对睫毛还会长出来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不能影响拍戏。对啊而这个小孩，我相信他已经吓到手抖了。我要如果不让制片人打好招呼，我要是骂他的话，那他得承受10000点的暴击。对，所以你人生不会遇到任何危难呢。